其体，供奉天地，至诚宗庙，武临天下，故有翠星阴，将任母周，二代之龙，盖有内德。皇嗣延冕，中司延庆，现魏夫人恭谨谦让，仁德善良，不以显贵而自尽张扬，秉疏远之意，体河山之宜。子夫求段大哥，当断则断，一定要放下当年结发之情。从今以后，我只会是你的段大哥。谢谢段大哥，这是你送给我的最好的出嫁礼物，子夫安心了。爱太深，情难舍。但愿你此生身受地宠，凤凰于飞，妻仪偕老。威荣昭耀，德冠后庭，有司奏议，以称辅祖，以补兆民。皇兄，我娇儿的将来全掌握在皇兄你手中了。我封疆在外，若有朝一日能入主京畿，登基称帝，一定会报答助我有功者，让娇儿重得自由。妹妹，你尽管放心好了。那妹妹尽所能为皇兄效力。刘彻这小子册封新后，正是时机。为了成就本王大事，只有牺牲一下这位新皇后了。今立魏夫人为皇后，永中天禄。臣妾谢恩。皇后请起。御史大夫张欧持节凤喜寿。为爱而娶，的确是。你最疼爱的就是你姐姐，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她。翻马车，伤寒宴，是为了她；擅自离宫，为了她；多番有求于我，也是为了她。如今连自己的幸福也割舍，都是为了你的好姐姐，能当上一个美玉流芳的皇后。参见皇后。免礼。谢皇后。我今日来贺你，是要看看你做皇后有多疯狂，也看看你在这宝座上能坐多久。启禀皇后，近日宫内宫外的种种吉凶之兆，臣妾以为宁可信其有。这些辟邪之物都是臣妾们的心意，皇后就留着图个安心吧。感谢大家的心意。不过，但凡水害双震，只因万物变化有时，风云难测，无定而至。
与其为这虚无之说而自乱，倒不如大家一起想想，如何解灾缓困。朝中百官都为此事愁烦，我们身居后宫，该如何帮忙解灾呢？我们可以省水结冰。省水结冰？如今这炎热天气实在是难受，酷热难耐。若没有冰镇水果可食，该怎么熬啊？此时宫外的百姓，不少人已无净水可饮，有老者弱童焦渴而死。相对而言，我们的冰块不过用来冰镇汤饮或纳凉降温，这是何等的奢侈！皇后的意思是，将冰块储于陵室，减少用度。若继续天旱，或可成为宫中水源。冰可溶为水，必要时候，甚至能救民于水火。不错，我们节约俭用，只不过少了一些享受，却能为旱灾出一份力。臣妾愿意。臣妾也愿意。好，结冰之余还要省水，本宫就此立例，即日起，各殿清水用量减半，用完要回收做洗濯，不可自行打水，更不可用冰水来嬉戏玩乐，违者必究。臣妾谨遵皇后吩咐，省水结冰，为民造福。老板没口德，客人没见识，满嘴胡说八道，再来光顾，有失我太夫人的身份。要是添油盐，先让你客人走光，门庭冷清。喜娘，哎，怎么是你啊？你这妇人口舌恶毒啊，一看就是市井村妇，还自夸是什么太夫人。你是有眼无珠。哎，别说了，别说了，收敛点儿。你再这样吵下去，不只像个市井村妇，更像一个疯妇啊！你竟然帮他！你知道他刚才都说什么吗？说皇后一登位就闹旱灾，是皇后带来的霉气。你说我能不骂他们吗？何止是旱灾呀！他一封后，皇上的异母兄弟鲁王和长沙王就病死了。你说他是不是灾星啊？生老病死，人各有命，谁家不曾死人呢？呸！你家才死人呢！我呸！我家就是死过人呐！谁家没遇到过喜事丧事啊？遇到喜事就是自己鸿福齐天，死了人就把账算在别人头上，这是什么道理啊？就是啊，什么道理啊？猴王呢是病死的，与皇后有何干系啊？我亦可以信口开河，说你的性命与猴王相克，是你克死猴王，你冤不冤？你气候变迁，凡人难控，水旱霜震自古都有，竟将一切天灾人命都怪到一个人的身上，你这是愚昧浅薄，疯子！你骂得真好，比我还凶，比我还毒呢。你刚才还让我收敛。你呢是乱骂泄愤，我呢是劝人不受谣言所惑。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厨工啊，你却是太夫人，要顾及身份呢。那你这个小厨工出宫来做什么？做大事啊，来给太夫人的女儿瓜内侯的夫人沈家送东西的。有劳夫人了。你们怎么突然跟我客气了？这是易叔叔带来的糕点，你们边吃边聊。夫人亲自张罗，当然要多吃点了。你以为人家只是亲自来送美食的？人家是来送温馨关怀给夫君的。易叔叔又在取笑我了。我没取笑你啊，我是在夸你啊，夸你这个关内侯夫人做得好啊。夫人，有劳你再替我们温些好酒。好，你们先聊。卫青，你也太拘谨了，我们又不是外人，你们亲昵一点也不怕呀。易大叔，我们还是说回正事吧。好，
那先看看我这个为老不尊却有一点睿智的小厨工能不能帮你们分忧啊？我本想通过长安这八水引水救济，可是，你不是说怕耗时耗力吗？况且这八水自己尚算勉强，再引水，恐怕会影响周边百姓生计。都水长等水利官员虽已在商议，但他们参详多时，仍未能定夺。引水工程耗时，难救百姓于水火，看来得另想办法。易大叔，你可否看出端倪？何时会天降甘露，解救民困？月出月落，牵引潮汐涨退，星宿生辰，影响天气变化。这一时之间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定论。皇后刚册封就遇大旱，长安城内谣言四起，恐日后越传越甚，这样对皇后不利。民心亦受迷惑，若旱情持续，灾星之说将会越传越烈。说起天象吉凶，我倒有个方法可以一试。《易经》有言：“山泽通气。”为此，山野之民想出寻找水源之法，就是在郊野之地挖出坑井，将燃烧的艾草放在其中，盖其顶，观其四周。若有冒烟之处，就地打井，可得水源。这听来确是可行之法，成效如何？可惜臣以此法寻遍城南近郊各处，尚未找出水源。现正在城北各村尝试。陛下，中尉来报，京师城南守兵发现淮南王刘安已经入京。大胆！朕不让他来，他竟敢抗旨，他可带有兵马？据守兵所报，他只骑着一头毛驴，驴车上放着2个水桶，带着几名贴身侍卫，说要前往城南张家村为当地百姓求水。臣之前也曾在张家村寻觅水源，那一带井枯田旱，根本就没有水。他行藏可疑，只怕是想借旱灾滋事，另有图谋。段宏，臣在。你马上带人，请淮南王入宫见驾。他若就范，就以礼相待；若敢反抗，引百姓生乱，就以擅自入京为名就地正法。诺。求苍天怜悯，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百姓，求苍天怜悯。我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的百姓。求上苍赐水！救救我们吧！臣郎中令段宏参见淮南王。见过段大人。臣奉皇上旨意，请淮南王入宫见驾。本王久未与皇上聚首，既然入京，定当入宫觐见。淮南王，请。段大人可否稍后？本王刚向上天求水，救济这里的百姓，只求静待片刻，待上天回应，自会与你入宫。不瞒淮南王，臣曾经领属下勘探过这一带水源，此井早已枯竭，难再出水，还请淮南王勿再推脱，请随臣。确实有水。感谢苍天呐！感谢苍天呐！救我大汉子民！谢苍天！他们怎么会去了长辛殿？淮南王连同段大人的人马刚进宫就被皇太后派人接回去了，说什么？皇太后说，淮南王本是皇叔，又向来有贤名，入京应以家人之礼相待。他若按制朝见，朕必以礼相待。可他擅闯京畿，朕就算杀他也不为过。陛下，皇太后仁厚，恐怕就是要陛下莫轻言治罪。母后既以家人之礼相待，臣妾作为晚辈，也应该去见一见这淮南王。不如就让臣妾陪着陛下一同前去。
参见皇后。母后万安。母后万安。大家都平身。谢母后。皇嫂喜得雍容端庄的好媳妇，真是可喜可贺。还没谢过皇叔的厚礼以贺，其中养生之物很合用，哀家敏感了。渐渐为物，不成敬意。皇叔向来谦和恭顺，何以朕已回复让你留在丰邑，皇叔仍违逆皇命？难道忘了诸侯王不得擅入京城吗？臣知罪，陛下圣意，臣又岂敢违逆？只是听闻京畿旱灾严重，才斗胆入京。臣不带一兵一卒，只是让几名随从护送，只求为民祈愿，向天求水。皇叔虽有违国法，但也是为民求雨而来，皇帝就网开一面吧。陛下以民为先，若皇叔是因为民生而来，判罪恐怕……念在皇叔一片仁心，朕姑且免你责罚。起来吧。谢陛下。段宏，臣在。准备车马，明日派人护送淮南王出京回淮南。诺。启奏陛下，臣此次入京还有一事，如若此事未了，臣难以遵旨离京，还望陛下成全。皇叔还有何事？皇嫂，此次旱灾，全因灾星落入旱宫。身为刘家长辈，不能不竭力为皇族消灾解困，以保万民，延国祚。淮南王竟提这种虚妄之言，凶吉之说，乃人心不定、自找未济的说辞。以淮南王的德望，何以与无知小民同论？既然人心不定，何不稍施举措，以稳民心？恳请陛下，请于礼。设坛求雨，余祭之礼早已有之，设坛祭祀以安民心，亦无可厚非。谢皇太后。不过，在行于礼之前后，恳请皇后暂时离宫，以应天命。皇后乃后宫之首，岂能贸然离宫？别以为皇太后与朕念及骨肉之亲，不忍失责，你就僭越狂妄。淮南王3番4次犯上，其罪难容。回陛下，臣夜观天象，竟见天现新星，旱灾亦随之出现，使知道今后登位，实为旱魃灾星及汉室之事，祸及苍生。皇叔言下之意，我就是那旱魃灾星。荒谬！天上繁星浩瀚，残星陨落，新星显现，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皇后仁德贤淑，百姓皆知。淮南王这番污蔑之词，实属妖言惑众。皇叔真当慎言，皇后又怎会是灾星呢？臣所说皆得天神太医托梦透露玄机，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胆！枯井求水，非常人所能。淮南王未必全是空谈妄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陛下不妨让淮南王一试，便知真假。臣求陛下为百姓苍生，让臣一试。我虽初见皇叔，却早有闻淮南王德高望重，但刚才所言实有荒诞之处。如果子夫是妖孽旱魃，以陛下英明，皇太后慧眼，怎会丝毫不察？皇后言行向来端正，处事仁厚。淮南王这妖孽灾星之说，只怕是无稽之言。圣主在先，皇母在后，乃我大汉龙脉所在。
皇母若有任何灾殃，必定会惊动龙脉，国事不宁。皇后既然感念苍生，仁德有道，倘若稍一玉步离宫，就能助百姓解困，敢问皇后为何不肯呐？正因我身为皇后，一举一动皆为天下一范，更不能导黎民迷信。离宫不难，难在此去会误导苍生，或与鬼神之说，则再难正视听。皇后所言正是这意。但是敬天祭祖，乃合乎人心世道，亦让百姓能心有所依。帝后夫妻情深，臣亲睹。但如若因这夫妻之情，怕皇后芳名有损，而轻百姓所急，则恐有负社稷呀。祭礼或有安民心之效，却无呼风唤雨之能。赦与不赦，与民生社稷无关。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倘若求雨无效，任陛下发落。皇叔已经许下了如此重誓，倘若皇后还不肯出宫的话，恐怕灾星之说不言自正。陛下，倘若再犹豫的话，臣愿长跪不起。皇叔不用跪，我愿出宫助你求雨。既然淮南王一心为民，以性命做担保，子夫也不会藏身深宫，而无视苍生所求。我愿压下自身的名声。巧巧，皇子就由你来照顾，每日的膳食都要按时定量，早晚天凉，要记得替他添衣加被。诺。还要留意3位公主的功课，女工也不能怠慢。11这几日好像有点咳嗽，可用些药膳。如果不见好转，就照御医看看。诺。皇后既然如此牵挂皇子公主，又为何答应出宫？陛下圣安。免礼。都退下吧。诺。若不是因为你开口答应，朕绝不会任由刘安恣意妄为。陛下，臣妾若坚持留宫，一旦旱情持续，不就真成灾星了吗？若臣妾离宫，淮南王祭天，但天不下雨，其虚言妄语，不攻自破，反让百姓看清真相，免受迷惑。但若他真能呼风唤雨呢？陛下因为他以性命担保而动摇了，是吗？此人如此坚决，似乎真有些把握。若真如此，万民得救，臣妾就算担了这灾星之名又何妨？始终百姓为重。不论如何，你只要记住，朕是你的天，一定会守护你。臣妾正是深信有陛下的佑护，所以从不曾忧心。此次出宫，臣妾只当是故地重游，看看昔日生活的平阳侯府，也好与从前的姐妹们叙叙旧情。今日言语间，朕觉得姐姐好像话中有话，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平阳公主素来聪明过人，又善解人意，就算有什么事，臣妾此番前去，正好姑嫂一聚，好好化解。子夫慧之兰心，在外在内，都能替朕分忧。朕只盼此次，你能化解淮南王的妖惑之言，又能与姐姐重修旧好，一切如愿。